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个比亚迪的秦。EV 版就是一个电动版的一个比亚迪的一个秦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钥匙，然后因为是女车主，所以它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钥匙的一个小包，它是一个 NFC 的一个卡片钥匙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锁车的这个地方就在这边，就锁上了，然后要开车的话就在刷卡开车。我们后排看一下吧，这是一个秦 Plus 的 EV 版，后排应该会大一点，是个 Plus 版。后排空间还是挺大的。然后座椅现在很流行嘛，全都是这种一体式的这个座椅啊，看上去很运动，是吧？我们继续到前排。看一下这个座椅啊，座椅其实设计的其实还是蛮漂亮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副驾驶座椅啊，采用了各种缝线是吧？然后造型也是很运动。我们把这个卡片放到这边，然后按一下这个启动按钮，它就启动了。然后它这个屏幕啊是可以翻转的，比亚迪的这个特色屏幕是有一个翻转的这个屏幕。要不要上车啊？我们给它转过来。我想知道这个车主是不是用华为的？不知道，过会儿你可以问一下车主是不是用的是不是华为。这边可以选模式哎，腾格尔什么鬼 ？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纯电的这个，体验一下这个纯电的这个比亚迪秦 Plus EV 版。然后，怎么已经渡口了？开始。暂停嘛，暂停，对。然后我们先开啊，先开着体验一下这个车大体的这个感受啊。内饰材料用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就是做工也蛮好的，都是用的是一些就是软性材料，你可以看到手摸到的地方都是其实是挺软的，这边有点硬，这边是软的，然后这边全都是软，全是软的。然后整个中控设计也蛮好看的，然后这边是个扶手箱，这边是钢琴烤漆面板嘛，然后我们开始动一下，然后它的这个刹车踏板的这个踩踏脚感就是传统的，非常传统的电车的刹车踏板的踩踏脚感，就是跟燃油车区别很大，踩下去比较像游戏机，比较像模拟器，转向是非常轻的。然后这个车我感觉没有太明显的那种电车的嗡嗡声，是吧？像很多电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有一个嗡嗡嗡的声音，但是这个车好像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声音可以关吗？可以啊，引擎音模拟器。哦，现在是开吗？这是关。这是开。有声音了。是啊，我跟你讲关掉了吗？很软，这个避震器是初段的话挺软的，过减速带也是挺软的。把这个声音关掉吧，我觉得有点难听。关了嘞。然后我们右转，我们前面上高架开一下，开一圈。刚刚陶师傅跟我说，这个底盘他感觉到蛮重的，很高感觉。然后这个车的坐姿非常高啊，它虽然是一个轿车，但是这个坐姿我现在已经是调到最低的一个位置了，就感觉还是像开一个 SUV 一样的这种坐姿在开这个车，完全不像是一个轿车的坐姿啊，我觉得。
哦，制动踏板舒适。嗯，那标准呢？制动踏板的脚感吗？这个是。还能调自动踏板的脚感吗？哎，现在好像变硬了，这个刹车踏板。转向助力也有啊。现在运动啊。运动嘛就重一点呗。我加速一下。这个车是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打开近光灯。打开近光灯。auto 吧，自动大灯。那个，因为我刚刚为了演示，我把那个灯光调成了那个手动模式，然后它提示我的灯光，还氛围灯是吧？动力还可以嘛，现在感觉。这个车是100千瓦是吧？对，100千瓦，然后130几马力，相当于136马力。感受比正常油车的130几马力的体验肯定是会好一点，因为它反馈比较快。你看它一脚踩下去反馈比较快，但是也就这样，就一脚下去，第一脚下去稍微有点感觉，然后后面其实就没啥感觉了，毕竟马力也就这么多嘛。然后这个车它的售价是20款的话是12.999万。然后 OK， 我们来拐一下弯试试。好久没有在这条路线上面进行试驾。我们拐一下弯试一下这个车的支撑怎么样？这用的是一个215的一个轮胎。哎，其实这个支撑性还可以哦。我觉得这个操控蛮好的。对。这个支撑性是出乎我意料的。作为一辆就是纯家用车来说，这个支撑性算是可以的了。然后这个车你看一下这个反馈啊，我调成运动模式啊，Sport 现在运动模式嘛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车身跟存性啊，还是相当可以的。加速能力其实也还可以。那如果这个车是12.999万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值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560踩到底加速。其实绝对的这种速度提速啊，并不是很快，但是你的体感会比燃油车来的强一点。代步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动力就是这正常代步水平。我们给动力的这个评价就正常代步水平。现在它动能回收。我松掉了以后，它是标准的一个回馈，但是其实很多像这种做的不太好的电车，在你松开油门踏板的时候，会有比较强的拉扯感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有那种就是顿挫和拉扯的感觉？你有踩刹车吗？我没踩刹车，我现在没踩刹车。没有啊。如果我把回馈调成调大回馈，应该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减速感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标准回馈的话，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。我松掉以后，车子会滑行的比较正常一点。OK， 我们前面来看一下这个搓衣板路，好久没有来搓衣板路了。还是蛮强的啊。这底盘可以啊。对啊，很舒服啊。其实跟它底盘，我感觉它的底盘有点高，是。座椅高吧，我觉得是。座椅关是有关系。哎，天哪！这底盘真的可以啊，舒适与操控兼顾的还可以啊，转弯支撑性也还可以是吧？然后搓衣板路也可以，过减速带其实上坎质感也蛮不错的。对。
其实它这边为什么这个 mode 不写个模式呢？它既然这边都用了前开关自动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吧？啊，但是这边它写的就是模式。但是这边它写的就是 mode。对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哎。很违和是吧？然后它的运动模式，它写的是 sport， 它为什么不写运动？是不是？是的呀。OK， 我们现在上高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隔音。大哥，你把那个分贝仪打开，这样面向我。不是，把那个分贝仪的屏幕面向我。对。然后我开到120一下啊。把空调关了，能不能把空调关了？对，好。OK， 我靠，这个车隔音还挺好的。对啊，很好，而且是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这车隔音还可以吗？这个车在120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就是分贝竟然只有66，最低只有66。这个已经是很多，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是没有发动机嘛，所以说它的声音会比较低，噪音会比较低啊，是真的蛮低了，这个噪音已经是。而且我感觉它的味道是香的，是因为这个吗？对，是因为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加速啊，后面也没有车，很空啊，这个高速。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90到120啊，321踩，好，到了。所以说它这个131马力，毕竟还是131马力，在高速上面加速可能还是需要稍微有一点耐心，因为其实130多马力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自然吸气发动机里面的一个1.8左右的一个车子的一个水平，所以说1.8左右的一个车在100以上的时速加速的话，其实它也不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加速体验，就是说可以用。就正常开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高速上面激情一下，肯定是给不了你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就是可能你要开高速开长途，这个动力也肯定是够用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不是说这个电车在高速上面不行啊。这个120，你到120还是行的，还是行的。